月笼轻纱，素洁朦胧，散漫的月光透过树隙洒下斑驳的光影，微光疏影，越发显得夜中的山岭寂静诡秘。突然几道绚丽的白光在林间闪过，然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夜的宁静，紧接着树林里传来少年清亮却又满是抱怨的声音：这算什么？查来问去几个白天，又寻又找几个晚上，什么有用的消息也没有就算了，好不容易出来点东西，就只是这样几个小破影子，耍我们呢？蓝景怡一边说着，一边把剑往地上一插，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另外几位少年应胡了几句，也都跟着坐下了。看到其他同伴脸上透出的疲惫和失落，知道大家经过连续几日的追踪也都比较累了，蓝思之忙说道：怎么能说我们没查到有用的消息呢？我们今晚遇到这些怨灵，不就说明我们找对了大致的方向不是吗？说不定我们再找找就遇到了，魏前辈还等着我们回去呢。蓝景怡发泄了几句，心里已经舒坦了许多，休息了一会儿，起身跟着蓝思追继续走。听蓝思追提起魏无羡，又小声嘟囔起来：魏前辈也真是的，说是带我们除祟，结果来了这里以后就什么也不管，每天就等着我们回去给他讲故事寻开心，还说什么要让我们学会独立，其实就是自己懒不想来罢。说不定他现在又跑去哪里吃酒去了。听他说的越来越离谱，蓝思追无奈地打断他：景怡，好了，我知道我说的不对，魏前辈只是想锻炼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太依赖长辈，他也是为我们好，而且每次我们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魏前辈都给我们提示了呀，好几次遇到危险也是魏前辈救了我们。我刚才就是有点生气，随便说说，还好韩光君不在。两人边说边往回去的方向走，突然蓝景怡的袖子被蓝思追扯住，一直沉浸在两人对话中的蓝景怡也同时发觉了异样，叫道：思追，我感觉有点不对劲。说完只觉一股寒意涌上心头，他僵在原地不敢转身，用眼角的余光瞟了眼身侧同样没有转身的蓝思追，放低了声音不确定地问道：有东西？蓝思追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，只默默握住了身侧的佩剑。看他动作，蓝景怡也深吸一口气做好准备，两人默契地迅速拔剑转身，却扑了个空。蓝景怡被自己吓了一大跳，再仔细一看，周围没有任何可疑事物，只是原先与他们一起的同伴都不见了。两人又前后左右上上下下都看了一遍，依然没有发现什么，赶紧返回原地查看，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痕迹。两人高度警惕地在山上转了一圈，耗费了很长时间才陆陆续续找到已经昏迷的或是自己找过来的同伴。询问过后，发现他们都只是单纯的晕了过去，很快人便清醒过来，只是在醒来时却已经换了一个地方，没受什么伤，灵力却似乎被封住了，一下子使不出来。问他们晕过去前看到了什么，只说似乎有黑影闪过，其余什么也没看到。少年们点完人数，看人都到齐了以后，便准备下山找魏无羡反映情况，却发现他们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这山，并没有回到相同的地点，但能确定他们确实走不出去。看着周围黑漆漆的树林，再配着那惨白朦胧的月光，蓝景怡只觉得心头的恐慌一点点散开，并迅速蔓延至全身。到底什么东西能将人悄无声息地带走？为何他和思追离得如此之近，却什么也没有感觉到？修道之人对周围的变化甚是敏感，他们虽不如家中前辈那样修为高深，却已经是前辈们认可的同龄人中的佼佼者，不至于什么都没感觉到。而且这邪祟似乎还能制造幻境，能让人迷失在这山林中。那边蓝思追在给受了点伤的同伴包扎，这边蓝景怡靠在树干上努力地低头沉思，一抬眼就看见一个离自己几步之遥有一黑影正在慢慢靠近，顿时被吓得大叫一声，脚下一滑摔到了地上。蓝思追几人也被他吓了一跳，连忙拔出剑来，却听到来人满含笑意的声音：干什么呢？这一惊一乍的，景怡怎么吓成这样？下一刻，魏无羡盈满笑意的脸清晰地出现在少年们的视线中，看到众人脸上都是一副惊疑未定的神情，又笑道：你们这是来除祟呢，还是来找下呢？我之前不是早就说过了，你们越害怕慌乱，心神不定，就越容易被邪祟伤到。我看之前你们表现的都还挺不错的，怎么今晚吓成这样？思追，连你也被吓到了。众少年见是魏无羡，顿松一口气，均欣喜地唤了声魏前辈。蓝思追收起手中的剑，
上前几步问道：“魏前辈，您怎么来了？”“当然是来看看你们这群孩儿们都怎么样了，都什么时辰了还不知道回去，也不传个消息，是想急死我吗？”出门夜猎，魏无羡让小辈们自己行动的时候，都会约定好时间，于是不归，便会传信告知。谁知这次过了约定的时辰，等了许久不见传信符，也不见人回来，魏无羡便知定事出了事。